哇，娇兰来势汹汹出了新品抗老超光 CP， 据说这套产品号称是首个融入了量子力学的黑科技护肤品，似乎呢还跟诺奖有关系。再加上娇兰一贯精美的包装和灵魂兰花提取，即使卖到了上万元一套的天价，仍然让很多人的钱包蠢蠢欲动。咱们今天的视频会彻底的深挖这套量子霜，而且在资料整理的过程中，一不小心还发现了一段有点抓马的八卦。一定不要错过哦！超光 CP 也就是娇兰精致焕彩系列，之所以跟量子力学扯上关系呢，是因为它在研发的过程中用到了一种叫超弱光子发射的检测技术。萤火虫之所以会发光，是因为氧化荧光素从激发态预迟到了基态的时候发出了光子，它的强度比较大，所以肉眼可见。其实所有的生命体都会发光，但是大多是微弱的，发出来的光的强度比人眼的灵敏度低1000倍左右。这就是 UPE， 一种非常微弱的光，肉眼虽然不可见，但是科学家可以用光子倍增管等精密仪器检测到它。后来的研究发现，这些超弱光子的强度会随着生命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在代谢和氧化应激增强的时候，光的强度就会增加。很多疾病都跟代谢紊乱和氧化应激相关，因此这项技术被应用到了身体和皮肤疾病的诊断中。由于这是一种无创而且可以实时监测的技术，因此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比如我们可以用它来评估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呀，以及筛选有效的抗氧化物质。超弱光子技术并不是娇兰发明的，但是娇兰在研究中用到了它。他们发现人成纤维细胞的超弱光子发射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改变，因此娇兰希望能找到让细胞回复年轻时候光谱的成分。于是他们就在自己的兰花园培育的兰花品种中一个一个的筛选，最后找到了金钗石斛兰。其实能抗氧化的成分多多少少都能改变皮肤的 PUE 光谱，比如 VCVE 和辅酶 Q 等都可以降低 PUE。据说在近期波士顿的行业会议中，娇兰展示了有关金钗石斛兰的内部研发数据。很可惜我没参加那次会议，没能亲眼的看到，因此呢也没办法推测名贵兰花和普通抗氧化剂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啊，娇兰并不是在护肤品里搞了什么量子纠缠哈，而是因为他们用来检测的仪器呢，也可以用在量子力学的研究中。我在中科院搞研究的时候，我们所有一个大的开放实验室，里面所有仪器都是共享的，不管你是研究细菌的，还是研究小老鼠的，还是研究大熊猫的，都会去那儿做实验，而且基本实验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因为跟熊猫组用了同一个仪器，就把自己研发的大豆品种称为珍稀濒危国宝。法国啊，有一位好事的 YouTuber 联系到了几个法国的量子物理学教授，让他们去判断娇兰超光 CP 中用的到底是不是量子技术。一般啊，科学界跟商界是河水不犯井水的。没想到呢，这回居然有科学家真的下场手撕了娇兰。物理学家艾蒂安·克莱因甚至在 Twitter 上写道：“我可以从这里听到薛定谔、狄拉克和卢森堡的尸体在坟墓里翻身的声音。”那位始作俑者 YouTuber 把科学家和普通用户们的所有评价一起编辑成了视频，放到了平台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正因如此，你现在在娇兰官网已经看不到量子这个词了。只是咱们国内啊，某些博主还在用什么诺奖呀、量子纠缠去蹭流量、博眼球。其实不管是不是量子啊，它的效果好就行了。下面呢，咱们正经的聊一下配方。这套产品虽然一个是精华，一个是面霜，但是成分表是非常接近的，它的主要活性成分基本都是一样的。这也许添加量会有不同，但是我们没办法通过配方表来评估。配方里都有能够改变细胞微光的金钗石斛兰提取物，有能焕白提亮的水晶肽和 VC 衍生物，有能减淡表情纹的六肽，还有能保护皮肤细胞的伊克多因，也就是4氢甲基嘧啶羧酸。官网上还写了错别字啊，嘧啶写成了咖啶。感官调节成分两者略有不同，精华里面添加了2星基醚和月桂酰赖氨酸来营造干爽、丝滑、哑光的肤感，而面霜中则添加了更多的角鲨烷去增加滋润度，两者都添加了云母和二氧化钛提亮肤色。根据官网和备案资料中公布的临床数据，连续使用56天可以让皱纹减少，皮肤变得更光滑、更 Q 弹、更紧致，
另外呢，皮肤的光泽度和通透性也会有改善。两款产品之间比较的话呢，似乎面霜的数据比精华更好一点。如果你真的很想入手，但是预算又真的不够，那么可以先买面霜试一下效果。可惜的是，他们的临床研究没有设对照也没有公布标准差，而且呢，多数是受试者的自评估或者专家评估，有一定的主观性。根据我之前科普里提到的证据等级金字塔，这些数据顶多处于第5等级。很明显，娇兰还需要公布更多更有力的数据，才能扭转网络博主和科学家们给品牌带来的争议和影响。但是一般高奢品牌都是比较高冷的啦，也许它内部数据会有很多，但是呢，它就愿意透露那么一点点。这回娇兰能够按照民意把官网中的量子2个字去掉，可能已经是他们退让的极限了吧。我的看法是，如果你真的不在乎价格，钟爱娇兰这个品牌，而且愿意尝试新品，那么买来用用未尝不可。又或者你比较在乎价格，但买了高奢能让你每次在使用的过程中都充满了满满的幸福感，那也值。如果你更追求性价比，更喜欢看数据，那你就跟着我一起吃瓜好了。好啦，这期丁妈式点评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觉得有收获呢，请点赞、收藏、转发。下期想听什么题目的点评，请在底下留言，或者在粉丝群留言告诉我。就到这里啦，拜拜。